环球大战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网络独播版本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蔡正元蔡委员。美女啊，市民好，主持人啊，我们各位网络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正元。好，委员，我们今天来聊聊大陆的6G 网络。那聊聊6G 网络之后呢，我们想要来聊聊这个无人的计程车。对，因为现在好像在中国大陆很盛行，所以等一下都要一起来做聊。那现在看到是大陆建的首个6G 的试验网呢，他说是现在迎来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嘛，那搭建的是国际的第一个通信智慧融合的6G 试验场，这一头呢是中国大陆，但另外一头呢，西方为首，就是美国为首的这个国家要建的一个叫做6G 联盟。这次美国拉的西方国家包括了总共有9国组成的加拿大、捷克、芬兰等等主要国家，但是呢，这当中其实是没有中国大陆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边是中国大陆，一边是西方国家。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看各自的机会，谁比较有机会来拿下未来这个6G 的制定权，这是第一题。第二个问题也要想要问委员的是说，现在大家中国大陆啊都在发展6G，但是呢，德国是说要把华为跟中兴的设备拆除。他说，我们不要再继续用他们的设备了。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德国过去呢用5G 设备的时候，它很多的时候都是用到华为跟中兴的设备。它现在要发展6G，好，没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设备，但它能找到替代方案吗？那大陆的环球时报最近就发表了这个文章，叫做6G 赛道都已经开跑了，西方啊，你怎么还在纠结中国的5G？ 好，等一下都请委员来一并的做评论。委员，我们先来看到刚刚提到的6G， 一边是美国为首，一边是中国大陆，你觉得谁比较有机会？中国一定赢啊，是一定赢，美国一定输。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这样讲，我很早前就有这个主张。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件事情就是6G 到底是什么规格，现在没有国际标准规格。对啊，所以中国制定自己的版本，美国或者跟欧洲国家混在一起，他们制定他们自己的版本。这两个版本有共通处，但是也有很多相异的地方。技术问题，我们这里就不花时间跟大家解释。然后好，你就知道有2套标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好，我这个6G 唯一2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要1000倍以上的5G 的速度，就是我5G 的速度乘以1000倍的速度，就是 6G 的速度啊。那华为已经弄出所谓的 5.5G， 它是10倍，就是现在5G 的10倍。那我很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6G 的速度大概就相当于人的身体的生理反应那种速度。我看到手就出去啊，我看到我拳都打出去，脑干反应，就是可以到这种很快的反应的这种几乎同步运动的速度，就像在如果是我们用5G 的来控制一部车子，它从这个感应器一直到车子的动作，还是你会觉得卡卡的，还是要。但是到了6G 的阶段，对不起，这是几乎是即时反应，你感觉不出那个时间上的落差，就跟我们人一样，正常人，当然不是拜登那种反应了就是我们正常的反应。我要说要比喻一下，大家比较好有趣嘛那种川普那种反应子弹，川普的反应不是拜登的反应，对。所以到了神经网络的一个阶段但是神经网络我们面对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智慧型的东西来控制这个神经网络。大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把人工智慧的概念跟这个6G 的网络啦，6G 已经到了神经网络了，其实速度过快，有时候容易失控，然后两相结合呢，变成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网络。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系统做起来很稳定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 CP 值要高。那 CP 值要高是什么意思我花的成本跟我得的效益，这个比例要高。对，美国为什么我会一定输？它就输在这个 CP 值。CP 值啦，成本是不是？对，因为任何一种科技你别看它什么，我们只要不是国家在用的什么上太空那类东西到了市场竞争，对不起 ，CP 值是最重要的。我花1亿人民币，我到底买到什么东西？这个观念很重要。那通信公司是你的客户通信公司它每一天跟客户收钱它其实5G 到6G 它能够增加收的钱很有限。你记不记得4G 到5G 增加收的钱很有限？因为它要低价行销，扩展客户层嘛。因为到了电信公司，它的客户通常都是几千万、对不对
所以他希望很快把市场给打开。对，哎，这个他打电话给你说，哎呀，这个叶小姐，啊，请问一下，你现在用的手机是什么样的啊？你说我3G，可不可以到4G啊？你就跟他讨价还价，对不对？多少钱啊？对，所以太贵的6G 系统就会卡住它的市场的开拓者能力。对，因为用的人不是华为哦，用的人是什么？中国移动那个什么联通啊，对不对？用的是什么 AT&T 啊，中华电信啊。他每一天收了这小钱，付你这么贵的东西，他要不要打算盘？当然要。所以市场渗透率就是涉及到价钱要便宜，成本要低，然后他很快把市场扩展出去，这个他才能够正向循环的去运作一个营运系统嘛。对。那现在问题来了，我跟各位讲美国不管是用 Nokia 的 Ericsson 他要重新去架那些基地台，架那个交换机设备，架那个通信系统，那个什么晶片设备，到目前为止成本还几乎是华为的2倍。到2倍。是啊，他现在5G 已经2倍了，何况6G。那再来，我们知道电信系统，你即使是华为好不好？故障率总是会有的，因为天天在用嘛。有时候你不管在哪里打电话，就是不通，你就是骂中国移动，那中国移动就骂华为。这个就是食物链嘛。一通 complaint 电话大概不怎么样。如果一天来个几千通 complaint 电话，我看中国移动抓狂了，拿起来就骂华为，你给我修好，对不对？我们中华电信也常常被骂。不过中华电信比较皮反应不会那么快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第一个，华为的成本就是低，还有维修的这个费用低。维修费用有2个原因，它比较不容易坏。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本来零组件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它维修费用相对会比较低。这个就是华为今天5G在全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也是让美国跟欧洲很忌讳的。因为美国有2个邪恶的目的。什么邪恶目的呢？他觉得他这块饼他吃不到，他很担心这个。因为美国包括 Cisco 也好，做出来的5G 的成本你不能说它不好。就中华电信不只用华为，用别的系统还可以啦，可是它成本就是贵中华电信是因为无可奈何有政治压力不得不买像台湾大哥大，台湾的当局马上就下令说，不准去买华为了。对，不然他每一个都想买华为为什么？成本低，CP 值高，然后故障率低，这是一定是厂商的最爱嘛，这种通信厂商的最爱嘛。可是台湾政府不准他再去买这种 Nokia 啦、Ericsson 啦、Cisco 啦，每天都在抱怨。因为你以为工程人员吃饱没事干，整个在修东西，他也很烦。一下基地里坏，一下通信设备坏，一下哪个通信中心坏所以对于这种华为在这边占了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市场的优势。再来要升级到6G， 我们现在升到6G， 同样的由5G 升级到6G是要更换很多设备就是这个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都是英文简写的，这个换那个换那个换。到目前为止，华为要换的最少。因为它可以直接沿用5G 的设备吗？有部分可以沿用，可以直接 upgrade 上去的。但是我所了解的 Nokia 他们系统几乎是要买全新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就对了，不相容那华为是自己 OK， 华为里面大概有很多天才，我就是 upgrade 就可以，它 upgrade 就可以了用软硬体不是 upgrade。了解。所以相对的，虽然也是要花一笔钱 ，OK， 可成本就低对，而且时间少所以为什么说华为从4G 到5G， 大家普遍都用华为的5G，就这个原因而且华为你说它很聪明也好，你说它眼光很准也好，它5G 到 5.5G 大概是这个样子，也是用 upgrade 的，也是 upgrade 的。所以不像那个现在其他那个系统根本 5.5G 都没看到你想想看，那么多基地台全部换一遍要花多少钱？对，所以他们就直接5G 直接到6G，对，就省掉5.5，就是加装一个什么东西就上去了。那现在华为也是在努力希望能够这个添加的附属、添加的新设备成本不要太高。华为很清楚这个市场是我半开玩笑吸血市场，因为大家都拼价格嘛。比如说今天有3家电信公司，每个人都卖6G 的，到时候一定拼价钱嘛。你1个月500，对不起，我490，你490，我480，对，会杀价竞争嘛。杀价竞争的话，他就会倒过来压你这个电信厂商。
10亿可不可以9亿啊？然后就差距很大啦。所以这种商场上的运作机能是确保中国一定赢，原因在这里啊。因为它的零组件都便宜啊。那你讲的是零组件，那如果是以技术来讲的话，双方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因为零组件就涉及到技术。OK， 为什么你可以用更低成本的方式做出更高的效率？对不起啊，这个就是独门生意啦。像华为系统，为什么你说美国那些乡村啊、电信公司啊、乡村地区都在用华为？因为好用啊，不太容易维修啊。那你大都市一起找个维修工程师不难，那我这个小地区，比如你台北市要找个维修工程师不难，我云林县，我老天我到哪里找啊？这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啊。所以美国即使说要把华为通通踢掉，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乡村地区也没办法踢。一样的，这个英国也要把它踢掉。他说有安全问题啊，那个中国共产党很可恶，可能透过华为来偷听我们的电话。这种自己做节奏惯的都会想到别人做谁的。这是美国人跟英国人共同的整天不窃听德国的吗？德国就知道背着一肚子气。所以这个是现存的状况。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商场逻辑有时候会超过科技逻辑，只要你科技逻辑符合商场逻辑一切进去的话，就一定赢嘛。了解啊，那你这年纪小，所以你不晓得以前录影带你知不知道？录影带有2种系统，一个 beta， 一个 VHS。两个竞争很激烈啊，两个系统，2种规格，一个小小的，一个大大的，竞争老，最后其中一种赢了，理由没有别的，我稍微比你清晰一点，我成本比你低。我们看录影带的没有感觉，问题是录影带的租借厂商，他们对这个价格很敏感，他们决定了你的生存嘛。最后，我印象中好像贝塔被淘汰掉了。现在后来 VHS 好像变成什么？Make 5啊 ，Make 4啊，我搞不，你们年轻人就要懂这一段的事情。商场逻辑是科技竞争，尤其是这种消费品啊，它不是什么这个嫦娥6号啊，那个只有政府会买，民间没有在买这种东西的他也不可能卖你民间或者武器啊，那种是独门关门的市场，就是固定的客户，这个东西要接受大众市场竞争了。所以根据这个逻辑，以华为的经验。以及大陆现在已经在布局6G 的这种试验网，它试验网不只是效率要高，稳定度要够，不管什么气候变化，再冷再热，它的稳定，我讲的稳定度就是你不能太热的时候打不通啊，太冷是打不通啊。所以有一个温度范围，看能不能达到什么程度。那这些东西它试验的结果了之后，它都通过的基本的要求，剩下的纯粹价钱竞争了。对，那就中国运营啊。你可以找得到一个国家的生产系统，你知道吗？一个通信设备6G 的，它所要的这种零组件有多少吗？不可思议那很多很大的你说晶片，很多晶片，还好啦，因为那体积都很大，所以不一定要5奈米的啦，7奈米、10奈米都可以。所以中国还是先进晶片。它关键是在晶片设计啦，可是它不像手机要压得那么小啊，所以这个基本上那个所有通信设备，包括基地台体积都很大，不差你那一点体积的。好，因为委员我们聊到了6G 嘛，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说这个6G 网络的发展越快的话，当然是有助于 AI 的发展。现在 AI 的部分也是中国大陆在力推的，尤其是现在在做这个无人计程车，其实我真的也是很想要去做看。那现在说呢，有51个城市都在试点了，1周之内说上海的市民就可以免费的来试乘看看这种无人的计程车。那这边也说呢，传出这个特斯拉的自驾服务 FSD 也可以接下来会在中国大陆来做启用，有机会来推广它的 Robotaxi。委员，你如何看接下来这个无人计程车这一项服务？其实中国大陆已经有了，那怎么样可以比较广泛还有频繁的做使用？未来的蓝图可能会长什么样？美国其实也是现在也有无人计程车，也有了无人计程车，其实就是这种全自动驾驶的延伸。你全自动驾驶的系统好的话，无人这个计程车就很容易推动你记不记得这个有多重要？你就要看一个人的行为，马斯克。马斯克当时不是说甩性子啊，他觉得好像在中国混不下去了，被比亚迪压着打，他想他要到印度去投资他去见印度总理莫迪。就李强说要见他，
他马上忘了莫迪，就跑到北京见李强，你做这个事啊？两个人都有见吧？他也有见莫迪啊。后来才去的。那为什么先跑去见李强？到底在哪里？因为知道李强会给他好的甜点嘛。这个甜点就是允许他在中国大陆进行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的测试。这对他来讲是个大利多啊。马路上跑那么多计程车、无人驾驶都特斯拉的，这市场量有多大？对啊，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个大生意。那可是这里面就要从事技术上的竞争。以目前大部分的这个系统都是用5G 的系统在运作嘛。那无人计程车，我只能说现在刚开始而已。所以有的部分的技术还有点生硬啊。比如我有个朋友他刚好在上海做到这个无人计程车，他要他赶路，他都不理他。他说我要赶路，直接开快一点，然后他就是一样的速率，是不是？不是，他很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他的系统的设计就是很遵守，就是最优秀公民的那一款的版本，所以他很急啊。他没有赶去开会的时候，他就很急啊。可是无人驾驶就不理他，你知道吗？这是很有趣的一面了哈。不像我们大家一般有人开计程车说，师傅啊，你帮我赶个路好不好？我要搭飞机。他说拼命跟你赶，有没有？无人计程车不理你。他说先生违规了。但是这个现在的无人计程车在许多的大都市好的路况的地方基本上运行都没有问题了它运行都没有问题了那现在未来就是要挑战各种不同的路况、不同的环境计程车司机不能老是在你们那个优秀的大都会跑吧所以现在是一直进一步。那大陆上在这方面非常的成熟。平常心讲，我这样讲也许对 Google 不尊敬至少在台湾或者在大陆，高德地图、百度地图都比 Google 地图好。是真的啊。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这样，自己的感受很多的体验是这样子。这可能有人讲说，那一个是北斗卫星，一个是那个 GPS 有关系那这个我就不去 argue 了我只是说我用的人的经验，还有很多人普遍的评价 ，Google 的地图来作为导航，真的输给那个百度跟高德这个没有亲自去体会，很难体会它那个。对啊。你只要打开那个图片，就知道高德地图的图片比 Google 图片好很多。你光看那个图片比较容易看。对，你有经验嘛，对不对？桥啊，什么东西分得很清楚，不像那个 Google 地图到底要不要上桥，搞不太清楚了没有？那个线路图没有画得那么好。对不起啊 ，Google 我没有在说你坏话，我是公平客观的评价所以这个地方无人驾驶跟无人计程车时代已经来了所以当你车上有装上无人驾驶系统，那对你的车子是一个附加价值。那换句话说，未来车子都会有自动驾驶。那当你不方便自己开车的时候，那也可以有这个用计程车。但是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市场了以后女生最讨厌停车，对不对？会到一个程度，就说你开车开到的地方，你下车之后，你就通知他去给我停车他自己给你找停车位。这个好棒这个超需要的。对，自己给你找停车位。对啊，对，那你要下来的时候，你也不晓得停哪里打个那个讯号传一传，咕要跑到你门口来了。这个很快就会到来。很快就会到来。好，今天大陆上在这边很努力，我知道大陆很努力。是试验品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普及品还没出来。对啊，现在就是要普及率嘛，然后广泛的用在全国。对，好，今天非常谢谢委员来参加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轻松又聊得非常的深入，有关于6G 跟无人车的驾驶问题。今天晚上9点钟我们会有更多国际上面的议题，那就9点钟我们准时还有委员加入我们一起见咯，那就拜拜。好，拜拜。请订阅、按赞、分享寰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